家，这是我老弟，这是我老姐。你感觉就是这回把你拉过来一起看这个，然后呢一起录，你觉得怎么样？还行吧，我其实觉得还可以，这个没有辜负这个期望。对，确实他一直就好评挺多的。我当时看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励志的番，好像是都这么说嘛。我就说那直接拉着他看，感觉应该也挺有教育意义的。我觉得也差不多。你有没有现在就是觉得非常喜欢的角色？喜欢吗？那男主，我觉得你应该猜到了。你最喜欢月本？还有那个孔，其实也挺好的。我感觉目前最吸引我的是孔这个角色吧，对，主要他这个配音还挺逗的。这配音特别好，我觉得。对，感觉所有番里最喜欢的都是主角。他确实，他特别喜欢主角。虽然最开始我们都觉得孔特别的厉害嘛，就是最开始也把他就描绘的很厉害，但是其实看到了现在，其实他的实力可能并不是我们最开始想的那么强劲，而且其实再怎么说他也是被中国队给刷下来了吧，算是实力也有，但是比他更强的也有，还是也挺多的。但是我觉得孔他很有意思一点是，他其实是完全自知的，对吧？对，他其实一直有自知之明。这人物设定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对，我觉得他就是在输了这个球之后，他想法上有了一些改变吧。一开始还是比较就是抱怨，然后呢，他也不是抱怨，可能是不甘心，有怨气，对，有怨气。然后呢，可能想发泄发泄，然后在这里面也看到了一些高人，对，看到了一些打球比较厉害的，然后呢也开始就是去比拼嘛，最后输了也有点不甘心，然后这个总体的这个故事，我觉得还挺喜欢孔。虽然别看我就是现在已经完全宅的不行了，但是我以前运动也还是可以的吧。还可以吧。什么评价？低级评价。但是还行。我看你以前还打网球呢，那不知道羽毛球拍被电灰了。网球确实对被逮到那个，对，被逮到体校去打过一段时间网球。然后呢，你不是还什么？我看你那个哪儿还有那个滑板吗？你不是还买滑板吗？滑板我本身想带到学校去滑的。我的天哪，根本滑不了。不是我初中的时候还是女篮的呢，虽然看不太出来，大家可以猜一下我打什么位置。你不要说。就你上一集你说到的老婶儿，她之前就是带我们初中女篮的。对，老婶儿还就是挺好的。4年级当时就是整个年级就我一个进了，然后进校队对，进校队了。当时最小的嘛，当时是小学的。然后天天就是那种送水的，然后呢去观摩，就跟那个日向去那个哪儿一样啊，就去观摩，你知道吧？虽然上不了场，开玩笑。然后呢，5年级嘛，当了副队长，然后呢就是虽然当时就是那个感觉有点飘了，最后被那个杜元峰老师，就是我们另外一个教练，之前老婶儿是带初中，我们当时小学，当时是杜教练带我们，然后呢被他骂了一顿，然后我就改了，然后呢就是开始变得和蔼，然后呢开始尊重他人了。以前就是动不动就是说，哎，不是哥们儿你怎么那么菜啊，不是哥们儿，然后呢后面被打压成功了。不会是被那种互联网影响了吧你？不是哥们儿你什么意思？然后最后老婶带我们嘛，然后呢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嘛，我们就是比我们高年级我打的都很强，从我们这儿开始可能就又断了。就是你那届当时巅峰篮球就有3连胜，然后打了北京市，对，很强。然后呢8年过后来到我们这届，就是你们过后那一段时间就没有人打篮球了，然后到了我们这儿又开始第2个王朝，然后从我们后年级，有点让我想到就是乌野他们。对，乌野，你知道吧？就是跟排球离不开关系。但是你之后就是，其实我当时看完《排球少年》，我也特别想打排球，但是没人一起打，毕竟排球它确实不像那种篮球、足球可以自己一个人有颠球也能，对，我感觉排球还是得有那种团体一块儿。对。但是你还挺幸运的，因为你们有很多同学看《排球少年》，然后就开始认真打球，而且本来也有一些打排球挺好的，就是然后呢，从我们这一届往后，排球、篮球就是运动相关的都感觉都断了，
反正我们7年级、6年级，甚至因为大家都开始就是可能功课学习，对都没了。我们初中的时候，当时也打过一段时间排球，因为我们体育是就是老师就是体育老师选择哪项运动我们进行训练嘛。当时打过一段时间排球，但是大家同学都没有认真打，所以我就打的比较没劲。而且我们还打过一段时间垒球，你们打过吗？有点像棒球。棒球我没打过。哦。然后还打过一段时间曲棍球，曲棍球就不是冰上的，我知道，就陆地曲棍球，就是在汽博馆里。我知道，哦，我好像也打过，但是也就很早之前，就有一点点印象啊。我还挺喜欢的曲棍球。我之前我在新加坡好像那个游学的时候还打那个，新加坡好像还打那个曲棍球。是吗？是的。我们以前去新加坡都没有。但是我以前贼争强好胜，就我是那种我要是打比赛打输了，虽然只是那种就是只是同一个班级那种班级内的体育课的那种比赛，我要是输了我都特难受，我还特生气，我以前心态特别不好。哎，这个现在也一样。すごいな悪魔。ガイオの先鋒だって。なんとか月本君をうちに呼べないもの。应该是。絶対負けない唯一の方法はだな。Abandon。戦わないことだ。風間先輩はどこでありますか。OK， 现在感觉自己乒乓球也是非常有实力了。你已经看着已经自己都感觉良好了。开玩笑。你看它这个标题也是星星和月亮。哦，是哈。对啊。我都没怎么注意到。哇，真的决定了，洪哥，我看没必要一个人勉强留下吧。唉，你让我现在回去怎么见人呢？况且不管怎样。学校是出了钱请我来训练咱们那批傻小子的。他是教官哎。他就是我。こんにちは、さようなら、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他要自己留下了。说的不错吧？唯一令我欣慰的是，丰茜在世界赛上也赢得了冠军。已经是世界赛冠军了。那小子要在联赛里输了，我真找个巫婆来把他变成青蛙。世界赛是多大的赛啊？舍不得你啊！怎么感觉时间流速变快了？我也是啊。回国了，他自己留下来了。哇，背后也是这龙。好家伙，感觉像那混的人。光头加龙不是混的人吗？再加上这种什么纹身。对，加上这个脸。しかし私が一番憂いているのは我が母校海洋のことであります。今チーム全体の総合力は確実に低下しており、今後我々海洋学園高校が以前のように盤石を誇るには片瀬高校の月本選手レベルのプレイヤーが必要不可欠です。風間君、CM の彼女？ポセイドンの？あっという間でしたが、ユースオリンピックシングルス優勝の風間隆一君でした。こちらからは以上です。这人一直看他的那个女生。哦，这广告。都是乒乓球的广告。乒乓球用品。藤沢駅前。这么逗。おめでとう。りゅうちゃんすごいね。恵美子おばちゃんもすっごい喜んでた。連絡した？いや。してあげなよ。すごい喜ぶ。お客さんにいつもりゅうちゃんが切り抜き見せてんだって。おうち？いや、まずジジに挨拶したい。そっか、大変。哇，这个隧道有点东西啊，出去了。ごめん、わかった。りゅうちゃん世界一になったのも大変ね。世界の中心におじじがいるみたい。所以他可能也承担了一些他爷爷的期望。全然安いよ。リゾートビーチ行ったら倍以上するよ。いらなくね？パラソルなしじゃ30分で黒焦げになっちゃうよ。ジェアも絶対ね。黑炭。もう砂まみれになっちゃうよ。
ねえクリーム塗って。ちょっと待て。何それ超ウケる。すごいひび入ってんだけど。あ？月本。チェ。ねえこの近くにさ这谁啊有名なパンケーキの店あるよね。兄ちゃん、こっち。 Pickle 吗？对，声音像。注文お願い。等会那个卷毛是不是那个看海哥呀？哦，哦，还真是。是看他，海哥，海他真的哥彻底摆了。怎么回事？我还看他不是说努力了3年乒乓球。哎，但是他做到了どうにも海にも水が合わねえってか。他在寻找那个自己舒服的生活方式，是像 OP 的。哦，这就是 Pickle 吗？这太搞笑不是了。他这个头怎么变了？哦，这是冲浪吗？简易版冲浪。这人长得也挺简易。这个发风好，就是感觉好逗啊。哦。Pickle 开始学冲浪了，还挺惬意的。哇！そろそろ時間なんでいいっすか。よくやった龍一。次はお前で金かけて CM を撮ろう。しかし随分な振りだったじゃないか。テレビでやるとはな。そいつはうちに来るのか。必ず。我觉得不会吧？我觉得他们学校的这一切都是对跟月本对着干的。首先就是剃头那个东西。那倒。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お前が本当に海王のことを憂いてるのはわかんだけど、インハイでボロ負けした連中はまだ立ち直っちゃいねえんだし、キャプテンが他校の選手ばかり気にしているってのはどうなんだ。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よう、風間は呼び出しばクロートっとね。うっすおっす。昼間のテレビね、空港で喋っちゃった。はい。ロボットみたいなやつらしいで、ニコリともせえへんって。月本言いよったか。ともあれ、風間のことやけん、うかつに口滑らせよったわけじゃなかろうね。本気でその七三メガネはうちに引き込む腹ばい。せやろな。阿库玛还是挺尊重他那个前辈的。确实。哎，那好是星之卡比。就是他那个零食袋，这是他妈妈给他，他妈妈的白头发。他当时走的时候都没有回头，就是他妈妈还在哭哭的。他妈妈给他寄的零食。落ちてるよピッチ。上げて上げて。腕振る。もっともっと。耐える。そこで。はい、オッケー。オッケー。止まるな止まるな。他不是上集说不打了吗？怎么？派寇最开始也说不打，感觉就没有任何转折，突然就开始回来训练，开始就突然打比赛。なんか手伝うことあります？ないよ、サンクス。おいしょ、失礼します。グッバイ。チェ、なんだかな。そうだ、今日は免許だ免許。うちの軽トラ運転しなきゃいけねえから。家業か。いいな。俺たち当てのない受験生。高中也是大家开始想出路的时候，到底要不要把自己人生赌在乒乓球上呢？派寇是不是有点儿？啊，そうか。对，怎么回事？也有点摆。怎么感觉反倒是这个月本他开始好好一直在。教练也是一直在。遅い遅い、またついてんだよ足が。哦，口也开始哇。
赤城乳業好きよ。他晒黑了。黑扣怎么都成这样了？自由な経営スタイルが好感持てる。ブラックの CM も洒落てるしね。クリーム系でヒット飛ばしても慢心せず、どんどん新作出してくるあたりさすが。真っ黒だな。誰かと思ったぜ。やめたんじゃねえのか星野。スマイルいないのね。少し太ったかも。懈怠了他，因为上一次输球。月本ならじいさんと一緒に外周行ったぜ。何しろやつは俺らと完全に別メニューで動いてる。朝5時から学校来て10キロ走んだよ。10キロ。運動量だけで俺らの3倍はある。試合の数だってじいさんがバカみてえに半端なく組んじまう。なんで？ Hello, everybody. 突然蹦两句洋文。少し太った。買い替えたメガネのせいでそう映るのよ。お菓子の食べ過ぎ。俺のポリシーだ。タバコも？え？見下げてんのな、俺らのことを。バカみてえに試合するのもうちにろくな練習相手がいねえからさ。おかげで俺らは奴のレベルに合った学校と打ち合うわけで、王子様はお一人で連勝街道を突っ走っておいでだがな。もうこの部にチームなんて存在しねえ。奴一人が一軍で他は玉拾いって図式よ。なんや佐久間が気おらんてな。ボス、風邪気味じゃけ寮にて静養する言うとりました。風邪で？分かった。ああ、もうよか。行きんしゃい。专属 BGM。佐久間の風邪じゃが、わしは信じとらんけんね。あれはもうちょ晴らしてんラケット有小振る男情绪了，だ。怎么？奴が部屋に貼っとポスターばわしは笑え。奴は貴様の言葉神様のごつ崇拝しと。そうや奴がどこへ出向きよったか。我觉得他就是特别。うちは勝手に対外試合ばやること哦，が他自厳しく禁止己是不是在外面比赛啊？それ知っちゃってんなお。佐久間がど我こぞ行きよった。觉得他就是想追上日本，因为他一直很崇拜他的这个前辈，但是他这个前辈一直特别重视日本。哦，这样的关系。哇，一堆卤蛋。の風間よ。風間、休憩終わっちょるばい。ああ。やっぱあれか。佐久間のこと気になりようとやろ。いや、そうやね。あの佐久間に限って。佐久間は負ける。あ？月本誠はすでに君らとは違う段階の卓球を身につけているよ。あれは負ける。金木犀の香りがするね。先輩、そろそろ。おお、今生きよろうが。とにかく佐久間の抜けた穴。あ？その人材を見つけることこそ我々の急務だよ。ちょっと待たん天かい。呐，阿库曼好そ惨げん啊！話聞いて佐久間がどげん思いばしよろうかの。あ？わしらと苦楽ば共にしてきよった佐久間がの。その憐憫が我が海洋卓球部の名門復活にどう役立つのかと問いたい。世界で勝てるプレイヤーでなければインハイをも制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太理智不了。球体依然気球存亡。時期冬が来る。なんか大変そうね。面白がってるだろりゅうちゃんがテレビで言ったこと？う。まあありがとう。今時珍しい子が一年坊にいるんだ。先鋒やってる子なんだが。上手なの？不器用さを絵に描きゃ即コンクールで入選するってタイプの男だ。スカウトしたわけじゃなく、むしろ入部させることすら強く反対した。君が苦しむことになるからと散々断ったが、風間先輩のようになりたくて海洋に来たのだとガンとして聞かん。いずれはマネージャーにでもと思ってしぶしぶ取ったんだが、こいつが10やれと言えば100でも1000でも続けるような男だった。就一直挺崇拜他的。しかし卓球は素質が大きく他没有那种天赋，但是他一直在努力。でも父さん、そいつが好きでな。可愛くて仕方なかった。他说月本吗？没有，是说那个阿库曼，不是。但是现在他们队伍不是说整体在下滑吗？所以他得拿有些人补回来。できれば龍一にも
同じ気持ちであってほしいんだが。なかなか難しいね。思った通りにいかないなんて。お前短大出たらどうするんだ？考えてる。这就是镰仓，镰仓有一模一样的地儿。不是你之后可以带这个 BGM 不是那个去和之国那个章鱼吗？这个很常见，就是嘟嘟中的嘟嘟嘟。我还记得那个海贼王那个去和之国那个章鱼。也就记着和之国了吧？啊，那推进可还挺看的。哦，还有卷土重来吗？おいおい悪魔、お前さんの乱視はそこまで進行してんのか？哦，他来这儿打比赛了，就没有在他们那儿训练。少し太ったか？失礼します。監督さんはどちらにおられますか？いや。おっす。自分は海王1年佐久間であります。本日は月本選手と試合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く参上しました。でさ、やってもいいけど悪魔、お前負けるよ。かっこいい。何でもやってくれよもう。不是这个铁口变化好大呀！确实，怎么搞的？很期待他的一个转变。对，我觉得他可能现在还在低迷期。对，到时候直接就是突发猛进。聞いたかミスター、新選組みたいよ。近藤勇も許可してないのかね。土方にも告げずに来ましたよ。切腹覚悟というわけだ。オッケー。オッケー。起きた。我々の時間を少し君にプレゼントするよ。15分で済ませてくれ。残りのメニューも消化したい。わかりました。上等。お前と打つのは2年4ヶ月ぶりだな、スマイル。这是他俩的这个抽象形态。そんなこと忘れたよ。我记得就是月岛配的音吧。就应该就是。お前の連勝記録も所詮止めま相手のあそたく就发现自己早变了。井の中の蛙が水遊び。行くよ。哇，正小推车。ワンラブ。成長の後が見られるじゃないか、スマイル君よ。やるなあいつ。月本の3球目返したよ。やっぱ海王は違うな。他也很厉害。他ラブ2、ラブ3、フォーラブ。11-1、ゲーム2月本。スマイルてめえ。哦，他们小时候好可爱。あんな単純な回転に引っかかんない。哦。おーい、悪魔やい。スマイル叩くなよ。でもよ、ペコ。こいつってば全然ダメな。あれでうまくならねえんだよ。到海王那就秃了。他们3人组。アウト。这种行为很不好的，就是输球就是打拍就摔拍子。球種が読めねえ。揺さぶりも効かねえ。ナックルも平気で拾う。ゲームカウント 2-0 月本。现在日本已经不会再让了。大学生が社会人と打ってるみてえだ。社会人儿。哇。一体どこで間違えた？一体何につまずいた？ひどい乱視だね、マナブ君。どこで間違えた？これからは目が疲れたら遠くを見るよ。何につまずいた？この子は私と違って目がいいんだ。ほら学ぶ、あれをごらん。違うよ学ぶ。あれはポッポだよ。ブーブとは違う。どこで間違えた？俺高校晴れったらヨーロッパ行くかまよ。おお、佐久間が先鋒か。期待してるぞ。何につまずいた？さあ学ぶ。哦，散光。そこから何が？哦，ストレート。いや。ファイブラブ。どうしてお前なんだよ。一体どうして？俺は努力したよ。お前
前の10倍いや100倍1000倍したよ。風間さんに認められるために、ペコに勝つために。それこそ朝から晩まで卓球のことだけを考えて卓球に全てを捧げてきたよ。なのにそれは悪魔に卓球の才能がないからだよ。但这真的就是残酷的事实。对啊，天赋非常重要。単純にそれだけのことだよ。大声で騒ぐほどのことじゃない。机器人。天哪，他们3个人都变了。試合続ける気ないなら帰ってほしい。僕もそれほど暇じゃない。そんな三人。ほいでさ、ブルース・リーのシーンには多説あってね。李小龙是那个。うっせえ。どこ見て歩きは褒めてくれんだよ。おい。处分了。答えてくれよ。ほら、何見て歩きやよ。啊，他们这么严苛的肯定是不允许。悪いな相棒。成仏してくれよ。哦，月光。为啥 Pico 也不打了？啊？怎么结束了？被上一集可能就是被打的没志气了。感觉这一集看到阿库玛的这些故事，还有他的这些内心活动，你有什么感想？其实阿库玛的话，他其实挺努力的，就是他不也说了被什么东西绊倒了，不知道是因为是他散光还是咋样，可能就是没有天赋。他既没有就是那种过人的才能，同时还就是生理机能上的事情，比如说是这个散光也在阻挡他的路。即使你有时候很努力，但是别人的一点点天赋就能碾压所有你努力的这个成果。有些人可能就是在身体机能上，对，就是非常的超强。那这也算一种天赋啊。对，光应该是对乒乓球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看不见球啊。他那个球路他都是分不清的。对，散光对于乒乓球的影响应该是非常巨大的。对，你说其他的，你比如篮球啊，你说橄榄球，足球那种球稍微大点的还好点，你说乒乓球那么点儿，你就看了看球都分影了。这一集里讲的就是阿库玛。就是月本还有他们还有那个 Pico 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变化嘛。但是其实阿库玛他的这个写照又特别的真实，因为我觉得他其实代表了非常多普通的大家，毕竟有才能的人有天赋的人肯定是少之又少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月本这样或者 Pico， 但是可能更多的人他们不管是在任何领域可能都是更像阿库玛的。我觉得其实阿库玛的这种故事很能令人共鸣的。月本虽然他对于阿库玛他说的话很残酷，但其实也是很赤裸裸的现实吧。这其实月本让阿库玛早点清醒过来意识到的话，其实阿库玛还能早点放弃，或者说是就是选择其他的路之类的。主要是按照阿库玛这种才能，就是可能也走不到很远。我觉得就是月本，所以就直接这样子跟他讲。这个动漫其实刻画了很多，就每个人几乎在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刻画出来。比如说像孔那样子，就是有天赋很努力，但是因为一点原因刷下来了。然后呢，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些遗憾吧，对。然后呢 Pico 以前很强，但是却打击了，然后呢心里可能防线比较脆弱，放弃了乒乓球，但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然后呢大部分人可能就是就是像阿库玛那样，就是没有天赋没有才能，只有努力，最后也破防了然后呢也有很少数的一些人天赋型选手，像那个像那个海王和那个 Smile， 就是那个卤蛋，每个人我觉得其实都刻画的很像我们身边的一些人，就是很真实。对，有时候就是很残酷的是，可能非常多的努力都比不上那么1%的天赋。但是就是即使是这样的环境里面，但还是会有很多想要去努力想要去奋斗的，对吧？就是像我们看到很多体育竞技，又不是人人都是天才的，而且也不是所有的天才可能都走到了最后。对，你看也有像 Pico 那样
也是很强，也有很多也是一种天才，也有很多天赋，只不过最后被人打压下来了嘛。我觉得 Peko 他会就是可能会重新再找到这种勇气吧。我觉得他跟阿库玛现在都处于一种状态，就是完全是一个自闭了，就是已经破防了。而且其实你能看出来 Peko 他之前为什么那么自信，其实也因为他赢很多人赢得很轻松，对吧？他其实之前真的没有遇到什么真正的强者，可能就是在那个时间段，他的天赋就是非常非常强，然后他就已经成了一个习惯。我觉得他就是心理落差太大了，本来是众星捧月的这么一个存在，然后呢，所有人都输给他，到现在接二连三的这样输掉，我觉得他心里就是完全承受不住了。暂时可能就是在一个低谷期，可能以后可能会有转折，在下一集或者。你觉得现在的月本为什么突然又有斗志了呢？我觉得因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小泉老师一直在支持他，然后就给予他他的能力范围内最大的这个就是条件去满足他这个乒乓球，而且月本可能自己也被小泉老师指引到一个正确道路，可能我现在也不能确定他到底有没有把这个乒乓球赌上他的就是把人生都赌到这个乒乓球上面。我觉得就是小泉老师的引导也很重要。我觉得他从上一集的比赛中，尤其是跟那个封建，我觉得也有让他意识到，还有封建对他说的那些话，他可能有多少点醒他，让他看到了体育竞技的残酷。我总觉得就是自从上一集之后，他可能不会再放水了，就是不会再像跟孔的那场比赛一样心软了之类的。对。哇，开幕哇，危机，第一视打怪兽。我看一下。哇，太惨了这。哦，紫色的。暴走した巨大ロボットは全てを壊滅させていく。是他内心世界了。彼を止められるのは伝説のヒーローしかいないのだ。蘇れヒーロー。地の底から目を覚ますのだ。好逗。超面白い。漫画13巻まで一気読みしたんよ。だろ？みんな読んでんよ。ロボット冷血だよな。あれどういう意味？ヒーローってロボットは暴走してっけど本当は優しい気持ちを持ってんよ。それを止められるのがヒーローだけなんだって。他从小就开始打一款游戏，进击的机器人。OK。通った後はペンペン草も生えねえって。吹っ飛ばされた北高の真鍋は卓球から足洗ったらしいぜ。ドラゴンも一目置いてるらしいしな。そんなやつと当たりたくねえわ。マッチ2藤野宮坂。悪い月本。いいですよ。特に期待もしてませんし。ムカつく野郎だな。哇，这个机器人对，已经是机器人上场了。充電完了かい？充满电了吗？充满电你就完了，你充半格电你就可能都完蛋了。他每一场都要全力以赴了，他已经变了。11，哇！哇，帅的。哇，你看这个线连的。我思うにおばば。还在不控制其中。高カカオやら高価なチョコレートがもてはやされる昨今。100円の板チョコをガシッとやるこの醍醐味をみんな忘れとるよね。そんなこと消費者センターにでも言っておくれよ。だいたい卓球から足洗った人間がなんでうち来るんだよ。ボランティアだろババ。老人介護というやつ。それに我はメーカーではなく広く消費者に向けて訴えかけているのよ。帰れ。这还是熟悉的 Pickle。对啊，我觉得肯定会变，你知道吗？要不然这太有遗憾了。我觉得这3个人可能都要变了。就是月本好像已经变了。其实还挺真实，就是每个人他都会经历一些低迷迷茫的时候，然后也有一些高光的时候。只不过
时间顺序不一样。都是一些必经的道路吧。这歌词也像在说他们一样。これが我が社の新製品帅国際試合のマットに合わせた世界初のマット専用シューズだ国内ではマットを使う機会は少ないが海外向け来年一押しの商品已经になる有商业价值了，这个封对面。哦，他开始拍广告。广告。ワープで左右に動いて打つ感じで、最後はこちらを振り向いていただけますか。もっと声は出さんね还在训练。今日も風間は来おへんか。そうげんこと気にすんなっちゃ。真田がおらんかったら今頃チームはバラバラや。あいつもう忙しかっちゃろうとい。お前がキャプテンやとええのにな。トレーニングの効果を考えればその方がいいし、実力向上が望めると思います。間違ってますか、僕の話。整合性の問題じゃねえの。ムカつくのお前。それからこの粗悪なボール、なんだ今度は。ブレの少ない硬質なものに変えてくれるよう頼みましたよね。ああ、それな。今注本文してんだ。身前辈还对他们以前不是这种态度呢。Hello, everybody. 经典 Hello everybody. Come here, Mr. Tsukimoto. Let's run. はい。现在他们整个社团都已经围着他转了。あまりキャプテン太田を責めてやるな、ミスター月本。僕はただ当然のことを普通にやってもらいたいだけです。但是现在月本变得好残酷了。机器人吗？僕一人エゴイストですか？エゴイスト。いや、そうじゃない。知らねえよ、俺そんなこと。だけどそこら中で噂になってんぞ。海王が片方の月本引き抜くってよ。知らんもんは知らん。月本抜けたらどうなる？平和にないよ。そういうこと言うな。あんなやつうちにいること自体不自然なんだよ。人を見下すのもとさかくるしな。はい、もしもし、殿下の太田です。はい。おお、7時からテレビ。何やるかな。とにかく速攻伺いますよ。俺急ぐから。ああ、繁盛何より。うわ。休もう少し。这教练都已经70了。私が重たいよ。对啊。70を超えとるんだぞ。やめたらしいな。海王の佐久間とか言ったかな。遅かれ早かれ自分对，の限我觉得界を这就是为什么知る選手でした。月本跟他说那些残酷的话。すみません。タバコ遠慮していただけますか？ああ、すまんな。すみません。いや。よーキャプテン。おお、キャプテン。何着ててもその髪型でわかるな。うっせ。家の手伝いの帰りなんですけど、月本浮いちゃ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あいつうまいんだしさ、浮いてていいんじゃね？谁呀？はあ。卓球で飯食ってくようなやつと高校生活を彩るための部活をやってる俺らが噛み合うわけないじゃん。じゃあ頑張れよ。俺予備校だから。这么矮就不喜欢，什么不喜欢？为什么要在ノユリが手に入ったの。鱼缸里面放石头上的沉思者。大丈夫。你要懂了。リュウちゃんとこ昔花屋さんだったもんね。怎么看着他像巨石强森呢？親父は商売の最高。カサブランカもいいけど、やっぱ山ユリよね。飾るにはふさわしい花がある。夢を持つにも才能がいる。才能がない人間が手を出してはいけない。自分の好きなことしてるおじさんは私のヒーローだったよ。ヒーローなどいない。あるのは現実と。他それに跟日本適完全合できる不一样的者だけが想法。勝者となる事実だ。エミコおばちゃんにとってはリュウちゃんがヒーローでしょ。
イブに江ノ島のイルミネーション見に行こうよ。ちょっと息抜き。近くなったらまた誘うよ。中国の選手は幼い頃からマットの上で練習し、国際大会は全てマットの上で行われる。そして我が海王の練習場の床にもマットがある。なぜか海王が世界水準であるからだ。世界初のマット専用シューズを皆に支給す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勝つためにだ。勝利で返せ。世界で勝て。超お腹すいた。まだ見てないよ。後でラーメンとか食う？あんたプレゼント持ってきた？手ぶらだけど。圣诞节，你圣诞礼物要クリス送吗？マスプレゼントよ。是吗？信じられない人を誘っておいて。怎么老圣诞老人呢？就说圣诞节呀，现在，所以说不是我说管他要是怎么在那飘呢？当たった当たった。見ただろ今の。おい。あれだけ数打ちゃバカでも当たるよバカ。バカ言うな。ちゃんと狙って。分かったよバカ。次俺ね。はーい、何やってるか。それ練習違うね。コン。これやる違う。私なんか言うか木村。サービス練習やる。だ。これやる3000年早いよ。30世紀じゃん。木村、サービス上手くなれば良い選手になる。あ、開始。本当よ。マジ？俺もコンみてえに打てる？それない。みんな、休憩終わり。練習練習練习。练习练习练习。哦，他妈妈来看他了吧？哇，这么好哦，点满了。哦，馄饨。还是他回去了？没有，应该是来了吧？你看吧，肯定来了。外面有很多人走来走去呀，叫他们一起来帮忙包吧。哎呀，不用了。还有这么多呢，叫几个人帮忙快一些。哎，那小同学。はい、喜んで。はじめまして、ニーハオ、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哎，这孩子真乖。難しいな。挺好，挺好。你也会包吗？何作ってんのバカ。其实包的有点烂。我也包的有点烂。コンさんのお母さん。お前も作れよ。はじめまして。来啦来啦。いいっすか？还挺和谐的哈。包饺子是这样的。对，孔也慢慢找到自己适合的生活，其实也没有抱怨很多，其实。ごちそうじゃん。西红柿炒酱。Merry Christmas。西红柿炒酱。你会做吗？我做的都黑暗料理，我都不敢吃，你知道吗？我把糖放成盐。哇，这个。酒心巧克力。你吃过吗？什么？酒心巧克力。你不知道？哦，这里面是有酒精的是吗？对，你不用知道。哇，圣诞节还在练，狂练。不，还能练。たまには休息も必要だ。メリークリスマス。哇，他们现在变成一个组合了。卡拉 OK。哦，他已经会唱日语歌。本来就会日语好吧？哦，又是飞机哦！天哪，感觉他这个人跟飞机就离不开，你知道吗？什么时候月本能有一些感情啊就好？吃醉了。我也好心疼开口啊。失恋了吗？唱真好恐怖。哦，他没有打乒乓了，怎么去当包工头了？哦，他果然就是喜欢他们那个什么？对，那个侄女儿还是什么？
他不是有老婆了吗？不是。等会儿没看懂。对，一会儿跟你说。不是，等会儿，不是，等会儿 ，wait。哦，原来他俩真是情侣啊！他俩不是有血脉关系吗？是那个开车来接他的那个是吗？对啊。不是，那个是。他去山上了，他去山上了。还真去山上。不是，那个不是老板的侄女吗？这跟他没有关系啊。不是老板的女儿吗？老板女儿跟他有啥关系啊？当时哦，难道那个只是一个就是借口？就是不是我没看懂。不是那个女的是谁啊？不就是跟他？所以就是他女朋友。对啊，他女朋友不就是天天来拿车，就是。对，是。那这是谁啊？哇，他怎么？哦，他是吊着这么。吊着。哇，真厉害。日本就一个人。啊，就是 Pico， 我觉得。那 Pico 他女朋友是谁来着？是他女朋友吗？ペコさん、今すげえカットマン来てますよ。誰だお前。ジョークだドテチ。カットマンって。あらま。他又回来了。悪魔？バカな子だよ。长头发了，怎么变老了感觉？朝帰りかペコ。卓球から足洗って楽しそうじゃねえか。へへ。どうだよ俺様のカット。独学にしちゃ様になってんだろうがよ。大したもんだ。恐れ入ったよ。こんな生倉カットじゃ子供相手にも立ち回れねえことくれ分かってんよ。悔いだけは残したくなかったがんよ。不想留遗憾就好。醜態さらす覚悟で試みてみたのだ。ところが耐え忍ぶばかりのこの戦型は俺の性にまるっきり合わねえときて。飛べねえ鳥もいる。お前才能あるんだからよ。続けろな卓球。誰だあんた。本身是他击败了Pico，但是他现在又来鼓励他。いろいろ考えたよ俺様。チンピラとついて定額食らって退部して。奴の言う俺の無能を納得するのに時間はかからなかったし、受け入れちまえば安心できた。他已经接受自己是没法飞起来的鸟了。見通し？競争原理から離れることで見える景色さ。お前の卓球センスはずば抜けてんよ。俺が保証する。君悪いこと言うんじゃねえよ。鳥肌立つだろうがよ。逃げてばっかだと前進まねえぞ。惰性で打つなら足洗えってな。お前のセリフだよ。必死で打てって話だよ。スマイルに飛ばされたお前に負けたことが俺の現実だよ。何にもしねえ現実だろ。なんでいつも逃げることしかしねえんだよ。細胞が壊れていく。インパルスがもたつく。どうしてそれだけの才能を殺す？俺っち昔は強かったよ。俺よか強えやつがいるとは考えたこともなかったしよ。目つぶってラケット振りゃ球が当たりに来たもんだ。空だって飛べた。月にタッチして帰ってくるぐらいわけなかったぜ。奇跡なんて言葉知らなかったよ。俺はお前の才能が欲しかった。線型もラケットもフォームも全部お前を真似た。でもお前にはなれなかったよ。おお、いいね。青いな若者。青春だね。クラスのみんなお前に憧れてた。俺らにとってお前はお前誰より卓球好きじゃんよ。見やがれ。飛ん言ったそばからてめえという男は不会游泳了。海水浴来たわけじゃねえんだけどな。そうさ。真夏にカーテン締め切ってやるネクラなスポーツなど俺にはミスマッチ。たかが 2.7g の球の行方に。ちょい待ち。寝不足で息が。そういや服着て泳ぐのはやばいって。
死ぬぞこりゃ。真的要飞不起来了。ここは小笠原近海か？硫黄島はまだか。体がしびれちまって意識が。ロボットみたいなやつだっなんだスマイル、はっきりしゃべれ。け？ロボットみたいなやつだってみんなが言うんだよ。心配するなスマイル。お前は卓球やるために生まれてきたような子だね。本当？本海当か豚可以把它おばば。托起来的。オリンピック？そうだぜおばば、おいらの夢さ、世界チャンプ。俺のペコはヒーローを信じる。なんだそりゃ。何こいつ。幼稚。どんどん複雑になってくる感じで、スマイル。プレイすることで何かを犠牲にしたり。鼻たれの抜かす上等句だよ。おばば。鉄？終わりだ。もう何もかも終わりにしてずっと遠く。所以，所以阿空嘛，他干嘛？二度とそんなセリフ口にするな。哦，他给他拖上来的。殺すぞ。他也下去救他了。浅瀬で溺れるバカ一人。哦。俺が救った天末だ。お前は沖にすら出ちゃいねえ。続けろ卓球。地平道白まで走り込め。血便出るまで素振りしろ。ちった今よか楽になれんぜ。ヒーローさんよ。阿克曼为啥要激励他？我觉得就是，其实，おばば，其实おばば，おばば，おば，Peko ば。他也无形之中成为了其他人的英雄。ペコがかっこ悪いの嫌なんだ。我觉得他也多少激励过。おばば、この写真。阿库玛一直在いや、模仿いつも卓球やってる時。思い出したかい？仕分けしてる時出てきたんだよ。おばば。告んのかい？遊びならやめとくれよ。ちげえよ、マジだっておばば。もう一回俺に握り方から教えてくれろ。他那么跟你全吗？バカに構えば日が暮れるってね。おばば、俺にチャイナ退治させてくれ。俺卓球でてっぺん取りてえんだ。夢は世界チャンプ。半端な覚悟は時間の無駄だよ。这婆婆也真逗。ペコ、愛してるぜ。哦，这个结尾有点东西啊，好短啊！天哪！但是这季还挺高兴，看到就是 Peko 能重新获得斗志，重新想要捡起他的梦想。但是唯一的遗憾，我觉得可能就是阿库玛他，对啊，可能意识到自己，对他可能要放弃。不知道，我还真觉得有可能会放弃了。在海底下救了他的那个海豚，或者说是在这种低迷的时候拉了他一把的这个人，其实就是阿库玛。阿库玛没人拉呀，他或者已经自己就意识到了。其实因为我觉得，其实阿库玛他可能自己已经经历过像 Peko 这个时期，这个阶段了，就是他也像 Peko 现在这样低迷过。毕竟你想，就是阿库玛他自己才能都没有，他其实更容易受到就是那种打击之类的，至少更容易输。至少 Peko 还有才能，他也成为了一些人的英雄。他也激励了一些人，你看，像他们班级里，阿库玛他们班级里同学也都崇拜他。我觉得这个月本吧，怎么说呢？现在也有了他自己的生活，也有自己的世界啊。他跟小泉老师天天拼命的练习，但我觉得他缺少一点感性，他说话太直了，我就有点。你就是你，因为你自己本身你就现实生活中你就不喜欢说话直了，是吧？一般啊，很一般。真太喜欢就是整个圣诞节大家那种其乐融融的氛围了，当然也有一些心酸的时刻。孔他终于也融入了这边的生活，然后有那种很温馨的跟大家一起唱歌的桥段，而且他唱的歌真的好好听啊，还挺酷的，就是挺暖心的，真的很暖心。就是最开始不是还觉得孔很有他看不上那些对，而且我觉得孔还有很多遗憾，还非常的同情，但现在哎呀。他妈妈也来了，圆了我们这个遗憾，对，然后一起在生活，对，没有意难平。但是就是温馨的另一边，在这样子就是非常欢快的节日里，也有人在就是心酸的工作啊，像阿库玛啊，还有他的那个学长，就是那个天线头学长，对，
那个粗眉毛的那个人，就也是他光头床边哥的那个礼物应该是没送出去，对，就是那个天天开车来接那个，对，就是那个广告明星，那不是就是这集看到的封建，不知道为什么整个人都变了个色儿一样，变得本色色，紫色，有点像灭霸。对啊，他那个头再来点皱纹，就真太像灭霸。其实应该那个部分也是，就是那个广告明星那个女生她的一个幻想嘛。毕竟就是他最后看到短信了，然后删除，然后对应的歌词也是一个人独自一人，而且还跟那个月本对上了，他也一个人默默吃蛋糕。对，中间应该是365天，每天都是这种训练的。对啊，而且他现在不是还要拍广告啊什么的，就耽误了一些他的训练时间，他更要补齐自己的这些。我觉得其实这样其实也不是很好，就是你看那个 opening， 他那个歌词不是说做自己舒服的事儿吗？对啊，封建他可能就是有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吧。他很理智。对，我觉得他就是不达目的不放弃，还是挺想知道封建他的这个故事的。比如说他的这个动力是什么呢？对，我觉得是跟他的那个爷爷有关系。也有可能小时候被强迫打，然后呢，可能有一些志远的目标。这种人也挺令人佩服的吧？就是有这么强的意志。心中无女人，打球自然神。请问这位并不是单身的朋友，你有什么资格说这句话？就是对于我来说，就是相反的。服了。不是，我觉得就是这个里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角色，但是引起了我非常大的注意，就是那个起名叫山海哥。不是那个卷卷头，对，苦练了3年乒乓球，发现不适合，然后呢，跑去看海了，看完海觉得自己不适合，然后又跑到山上去了，然后看那个，看那不有一幕不是说这就是山吗？然后还要去海吧，我真是太逗了。去海吧。对，这就是我觉得这个作者想象力也超级丰富。不是我也觉得，就是尤其是把它穿插在这其中，就很有笑点，太好玩了。但是他确实一直在寻找自己舒服的生活。对，这就是哇，就是闭环了，就是跟前面就是 opening 那句话，一直都做自己舒适事儿。可能现在所有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出路。比如说，你看，像刚刚说那个封建，他可能就是做这些事情，就是为了。自己舒服的事儿，可能就是拿到冠军，怎么拍广告也好，就是他自己舒服的事儿。虽然我觉得这样好累啊。然后 Pico 也是，寻找自己的舒服的事儿，可能也就是低谷期，可能你看后半段，找回了自己的就是初心。然后呢，这个月本也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对，我觉得 Pico 他这一集就是真的是最后被点醒了，就是看到他们曾经的照片，是像你说的找回初心。我觉得这就是他现在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他需要找回他热爱乒乓的地方。对，这集不就 title 不就是你不是最热爱乒乓球的吗？我看到那儿，我姐就说，哎，这不就我觉得是 Pico 吧？我还说应该是 Akuma 吧？她说，看他们拭目以待。阿库玛他我觉得并不是真正就是热爱乒乓才去打的，他更像是崇拜，去追逐。最后其实也发现了，可能并不是打乒乓这块料。他也自己认了嘛，也没有他心中也没有很不平衡，其实也没有很意难平，他自己也就是自己也做了可能心理疏导，可能也就自己想明白了。然后呢，但是他可能不想看着 Pico 留下这么大的遗憾，因为他觉得 Pico 就是他心中的一个英雄，他点醒他要去打乒乓球，怎么样，一起都模仿他，而且 Pico 也有很大的潜力，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就是相辅相成的。对，而且在这个时候，就是阿库玛其实也联系到这一集，他不是有一段那个打怪的那个动画吗？包括他的那个包上不是也是那种恶魔的形状？他跟月本讲话的时候，他的那个形象不也是那个怪兽的感觉？怪兽和那个月亮。所以就很有意思，因为。本身应该是恶魔怪物，但是却是他成为了就是拯救 Pico 的这个人，就是去鼓励 Pico 的这么细节，所以就是感觉像是恶魔拯救了他，而不是英雄。而他们在就是 Pico 和阿库玛在河边那段对话，我也很喜欢。就是 Pico 他的才能是阿库玛就算穷极一生也可能无法达到，梦寐以求的。对。就是他们两个有种就是互为彼此英雄的感觉吧。一开始是
阿克玛崇拜 Pickle， 从而打乒乓球，模仿姿势也好，站位也好，握拍也好，就是等等都是就是向他学习，可能也是以前他的一位英雄。但是后面在 Pickle 低谷期的时候，是恶魔阿库玛拯救了他，就是也是一种相辅相成，对，也是互相激励。我觉得这段写的还挺有意思。等一下，我突然反应过来，阿库玛好像就是日文恶魔的音译。这个动漫真的刻画了很多很多就是不一样的角色，就是芸芸众生的感觉，就好像谁都能可能在这部番里面看到一些自己的影子。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在短短的这个圣诞节的这么一个场景，其实就刻画出了非常多大家的人生百态吧。我觉得就是这种番它非常贴合我们人生，就能在这看到一些影子，我觉得就能称之为神作了，就是很能让人共情共鸣。然后呢，很多角色就假如说不是比如说你的模板，比如说你看不到自己影子，但是从中也能知道哇，就是也有很多很多共鸣的地方，就是你能可能体会到一些其他人他们的处境。对，比如说残酷也好，就是对。而有些人他可能像阿库玛一样，就是认定了自己的命，然后呢可能要回归社会之类的。有些人还在坚持不懈，而有些人就是明明有着想飞的这个，明明有着能飞起来的这个能力，却自己甘愿的下坠到海里面去。但最后还是被叼起来了，强行飞了啊！我觉得就是人生就是很一波三折嘛，他反正这才一半了，后面还有好多好看的东西。最后一段音乐也非常的燃，我感觉就是随着 Pickle 他又找到了这个乒乓的斗志。这个欧爸爸也是非常温馨，其实每个就是角色都刻画的非常对，这些长辈真的是给予了他们非常多的就是帮助和鼓励。就大家都是每个人都是缺一不可的。视频到这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